此乡，泪断剑眼情多长，有多痛无此想，忘了你哦。孤单魂随风荡，谁去逍遥痴情郎？这红尘的战场，千军万马，有谁能称王？我尽管，谁敢闯？望明月，心念悲凉，千古恨，轮回长，眼一闭，谁最狂浪？这世道的无常，注定敢爱的人一生伤。将军，你们发现的东西在哪里？兹事体大，800里加急，火速禀报皇帝陛下。皇帝陛下，近日批阅的奏折重量已满120斤，还请宽衣就寝，保重龙体。陛下，先退下。亡秦者胡，胡者北疆之狼。欲亡我大秦，痴人说梦。不惜重兵，永去胡患。刚才，嘘，没见过世面的，这是皇帝陛下直属的隐秘位，如躯复骨，如影随形。穷途末路，为求自保，墨家恐怕别无选择。有件事情我一直在想，海月小筑那道名菜鱼翅烹熊掌，听说只有主厨一人知晓秘方，烹饪之时甚至要关门闭户。也就是说，这世上除了主厨本人，绝对没有第二个人懂得如何烹饪。主厨早在多日之前已被人取代。
海月小筑每天都会有达官显贵点名要这道菜，如果有人想冒充他，就必须先学会怎么烧，否则立刻就会暴露。没错，按理说应该没有人有可能做到这一点。如果我告诉你，有一个人可以做到呢？哦，愿闻其详。此人厨艺绝顶，天下菜肴无论工艺多么复杂，只要他尝过一口，就能复制出一模一样的来，毫厘无差。此人是谁？他就是在桑海城堪称食神的庖丁，有间客栈的主人。各位请就此停手，这是一场误会。道之兄被擒，是他和我的一个约定。张良先生，你这又是演的哪一出啊？为了找到庖丁的下落，不入虎穴，焉得虎子？这的确是一个险招，但也是最有机会的一种方式。道之兄真的想要逃跑，恐怕天下没有人能留住。这倒也是，我就想着这家伙怎么可能被抓呢？高先生不但琴艺高超，连收剑的动作都这么潇洒。潇不潇洒，关你什么事？关不关我的事？是男人的心思，你怎么知道？阿雪，别理他。不过让小侄冒这么大的风险，总是让人担忧啊。事实上，这是他的提议，也怕各位担心，所以让我先不要透露。兵行险招也是迫不得已，因为这次我们的对手是章邯。这个章邯到底是什么来头啊？章邯是近年来继蒙恬之后，又一个备受器重的年轻将领。与蒙恬的显赫家世不同，他出身神秘，年纪轻轻却武艺高强。由他所率领的隐秘卫是嬴政的贴身侍卫队，虽然官阶不高，但是却有生杀之权，直接接受嬴政的指令，来去自如，没有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全貌。这次北方狼族进犯，蒙恬被紧急调往边关，嬴政却派章邯来到桑海，可见也是为其东巡做好万全防备。据传此人心思缜密，滴水不漏。今日一见，的确不容小觑。据我所知，庖丁是小圣贤庄的专属大厨，与儒家关系密切。儒家小圣贤庄，诸子百家中，墨家、儒家可谓两大显学。小圣贤庄专研学问，不涉时政，却又始终游离于统辖之外。将军是在暗示儒家与墨家叛逆，暗中勾结，心存反意。末将只是说，从破案的角度，不能放过任何线索。公子请看。墨家上一任巨子燕丹死在机关城后，这个叫天明的小孩已经秘密继任了巨子之位。承让，承让。请教两位恩人的尊姓大名，容在下日后报答。两位，请留名。自己小心喽！是他。之前我们一直在通缉这个小孩，之所以一直未能缉拿归案，正是因为他藏匿于儒家。儒家一时不察，收容了叛逆，也不可就此断言他们心存异心。儒家三当家张良身份存疑，乃是韩国5代相门之后，与流沙主人魏庄私交甚密。
其实还有一件事，或可印证将军所言。哦，李大人请讲。海月小筑这道名菜，沧海映太岳，鱼翅烹熊掌。这2句话当初正是儒家掌门伏念所起。此菜名出自孟子中的名句，正所谓鱼与熊掌不可兼得，而他所暗指的是生我所欲也，义我所欲也，二者不可兼得。舍生而取义。大人海涵，将军何出此言？末将知道大人曾经师从儒家荀子，只是这次海月小筑刺杀案事关重大，希望末将刚才的那些话没有给大人带来困扰。李斯虽师出儒家，但一切以帝国社稷为重。儒家若存异心，李斯绝不会因此徇私包庇。大人气节，章邯佩服。本次刺杀重案，小圣贤庄是否为幕后支持，将军务必彻查到底。大人放心，有了真凭实据，李斯绝不姑息，必会请命亲手绞杀小圣贤庄。这次刺杀扶苏的到底是什么人？难道是其他反秦势力？如果在桑海还有其他势力，且具备这样的行动实力，我们不可能一无所知。而且扶苏虽然贵为皇长子，却并无实权。但与主张实施铁腕统治的李斯相比，他倒是一贯主张休养民生，以怀柔安抚6国遗民。最简单的行为动机分析，归根究底只有2个字：利益。这是流沙的思考方式吧？不妨想一想，如果扶苏死了，谁将是最大的获益者？小圣贤庄是本次刺杀的幕后支持。公子小心！这是此案中的一个重大疑点。现场隐秘卫曾经将4名刺客活捉，但是那名假扮李斯的杀手逃离后，那些刺客全部都死于非命。没有人可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在章邯面前同时杀死4个人，除非动手的不止1个人。如果把章邯排除在外，剩下唯一有实力也有时间做这件事的人，就是6剑奴。6剑奴，罗网。杀人灭口，难道是帝国内部权力角逐？公子扶苏乃嬴政嫡长子，皇位未来的继承人。这虽然是既定的事实，但并不代表别的人不会有其他想法。葛先生想必对帝国内部诸事更为清楚。18世子胡亥，机敏过人，不在扶苏之下。在咸阳时，我曾与他有过数面之缘。他深得嬴政喜爱，此子看似天真烂漫，但眼中颇有城府，让人有一种其心难测的森冷感觉。而罗网赵高与胡亥关系颇为密切。此事非常蹊跷。怎么了？如果是罗网出手刺杀扶苏，绝无失败可能。本次刺杀以失败告终，他们的目的难道是……诸位告辞，我先回小圣贤庄。
从今天开始，我会教你学习阴阳术。阴阳术？你很有天赋，拥有1000年难得一见的绝佳根骨，将来你的成就甚至会超过我。我该怎么做？阴阳术博大精深，你首先要了解何为阴阳。乾隆，你看，那是什么？这是面具。你仔细看看，它们可有什么不同？它们并没有什么不同。那么现在呢？原来是同一张面具的正反两面。这就是阴阳，你明白吗？阴与阳就是事物的正反两面。阴阳并不是独立的，它们互为表里，互相对立，同时也在不断转化，由此阴阳术应运而生。从施展手法上，阴阳术可以分为术、诀、咒、律、法5种。从境界修为上，则可分为炼金、幻境、控心、战心、异魂5层。每提升1层，都需要修炼者付出成倍的努力。在这5层之上，还有一些更为强大的阴阳咒印，相传因为太过邪恶而称为禁术。在时间的长河中，它们很多已经失传。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大千世界，由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5行组成。人们常说水来土掩，那是因为水为阴，土为阳，阳盛阴衰，则土可克水；若阴盛阳衰，则水滴石穿。相生相克，万物流转始终，是为阴阳术第1层炼金术。在阴阳5行变化上，5大长老各有所长，他们因此分别掌管着门下5行派系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是人产生了变化，还是你产生了幻觉？你的眼睛有时会欺骗你。所见岂是真，幻境亦非虚。此乃阴阳术第2层幻境诀。你能从那条路走回来吗？
这似乎很简单。你必须非常小心控制自己的脚步，因为你脚下的路是由极薄的水晶制造而成，它的承载力十分有限。像你这样的小女孩，也就刚好能通过。同样一条道路，你本可以轻易通过。当你以为它充满危险时，却无论如何都迈不开脚步。身处幻境，可移心智；攻破心防，则无坚不破。此所谓境由心生，乃是阴阳术第3层控心咒。世人皆道世事难料，唯有阴阳家从不断变化的星辰轨迹中，找到了天地变化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。人皆有命，冥冥之中自有定数，此乃阴阳术第4层占星律。天上的星星会告诉你许多眼睛看不到的东西，它们躲在那片黑色的夜空中，要用心去找。乾隆，你是不是看到了什么？对任何人都不要让他们知道你能看到那些星星。告诉我，乾隆，你看到了什么？道直，你了解蚂蚁吗？蚂蚁？蚂蚁发现一粒米，它不回去叫同伴，它的同伴却会沿着它走过的路线找到它，然后一起将米粒带回。想不到堂堂的影秘卫首领居然对蚂蚁这么感兴趣。我时刻记得皇帝陛下说过的一句话：千里之堤，溃于蚁穴。所以蚂蚁固然渺小，但是却可以举起比自己体重大几10倍的东西。忽略这样的力量，显然是不智之举。把我比作蚂蚁，你知不知道这样很伤人的自尊心？我看你的外号应该再改一下，就叫毒蛇干屁虫。你外号道王之王，自己说过，如果你想走的话，没有人可以把你留下。这次被我擒拿，你似乎看起来也不太沮丧。唉，别提了，我外表阳光，内心可沮丧了。是吗？是否可以这么理解？你会被我抓到，是因为这原本就是你希望的。这个跟屁虫果然有两下子，我的演技这么高超，居然还是被他看出了端倪。那你觉得这么大的牢狱，为什么那么凑巧，你就发现了另一个被关押的同伙庖丁呢？诶，被你这么一说，真的很巧啊！你能够碰巧经过庖丁的牢房，是因为我安排你经过的。我还不知道你这么善解人意呀。蚂蚁的意志力虽然顽强，但毕竟只是蚂蚁。人类只需要一根手指，就可以轻易地毁灭它。说到蚂蚁，我的晚餐里竟然也有蚂蚁，我这要投诉你这个监狱的伙食呢。的确欠妥。对于你这么重要的犯人，
有点不符合你的身价了，所以我打算把你转到为贵宾准备的最高待遇牢房。但我没说过，行不行啊？你们看看吧。扶苏要亲自来小圣贤庄。道直，这个笼子融合5金铸造而成，若非神力，无人能破。当年这里最让人头疼的重犯，用的也不过是第2级别的牢房。你觉得如何呀？你放心，若我出这个笼子的话，也不是靠蛮力的，那太没技术含量了。把你关进笼子，不仅因为它的坚固，而且没有死角，在任何方向都能观察到你。你还真是温柔体贴呀。不过你也要小心，往往笼子外面更危险。哦，因为危险的到来也是没有死角的。哼。我刚才提醒过你喽，张将军，此贼实在危险，不如挑断他的手筋脚筋，让他无法作恶。你的确提醒了我，这个主意你觉得如何呀？这倒是个不错的主意。杜舍跟屁虫，你这么没创意的人，不妨考虑一下。你知道，钓鱼的话，用活的诱饵往往比死的诱饵可以钓到更大更多的鱼。最痛苦的事，不是变成残废，而是拥有能力却无法施展。必须保持高度警惕，给我打起12万分的精神，死死盯着他。就是动1根手指，也不可漏过。是，将军。而且此人是个话痨，无论他说什么，都不许与他有任何交谈。将军，不如废了他更省事。将欲败之，必孤辅之。将欲取之，必孤与之，这叫为师必缺。师叔为何不辞而别？难道不能等明日再走吗？原来是几位徒侄。师叔有要事在身，待延后几日，再来拜访掌门师兄。师叔，你这一走了之，
师尊回来后，我们如何交代？先知何出此言？师叔，你盗取秘宝投靠秦国，就不怕道家盟规吗？上德不德，是以有德；下德不失德，是以无德。你师父道貌岸然，与墨家暗通款曲，早晚会给道家带来大祸。师叔，为了秦国铤而走险，嬴政向来利用各大门派的矛盾来借力打力，以毒攻毒。你这是助纣为虐。大国不过欲兼畜人，小国不过欲入世人。夫两者各得其所欲。为了道家，这乃是深根固底、长生久视之道。你们懂什么？哼！师叔，这些道理你该和掌门去说。我们只会遵师之命，守护秘宝。你们执意如此，好吧。小心他的大周天行气法！剑阵，你们已经修炼得颇有火候，不愧是得到掌门师兄的嫡传心法。师叔多有得罪，还请归还秘宝，我们会向师尊求情的。来了，来了！师叔，我不客气了。这是这。月亮居然是蓝色的。我说不出声音，但是我知道你能够听到。他们说过会有人来接应我，但是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是你。我已经掌握了置逍遥子于死地的秘密。我明白，
你最讨厌别人把生死看得太重。啊，我又说错了，你没有讨厌和喜欢的区分。嘿，嘿嘿，哇，这里好漂亮啊！不知道这些门都通向哪里哦？不好，有人！快点吧，要迟到了。这下麻烦大了，那边也有人，怎么办？迟到了，迟到了！快点！妈呀！要这么多来几次，我肯定会短命的。嘘，人还没走远，当心惊动了他们。你手下无人。有人。云中君精通丹药，星魂大人的伤应该……你真的以为凭葛聂那一剑能够伤到我？啊！是那个叫星魂的怪小孩。还有抢走我飞弓的红手腕女人。属下只是不明白，当时在场的其他人对我而言如同草芥，真正有资格做我对手的，除了葛聂，还有一个人。魏庄。葛聂中了尸神咒蛊，内力大损。虽然借助道家三才阵法勉强支撑，却也是强弩之末，我单手足可应对。而魏庄乃流沙头目，虽然曾经为帝国效力，但是其心难测。我留另一只手，就是为了对付他。鹬蚌相争，渔翁得利。说出这句话的人，正是他们鬼谷门下苏秦之弟苏代。同样是出鬼谷的魏庄，显然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个道理。的确如此。葛聂突然抢攻伤我右手，却也暴露了他内力消耗殆尽的事实。如果我再次出手，必定取他性命。葛聂一死，其余逆党可一网打尽。只是那时候我发现了魏庄的变化。什么变化？魏庄身上的杀力之气突然增强了数倍，而且并非指向葛聂，却是针对我而来。流沙胆敢与我们阴阳家为敌？我原本也以为他只是隔岸观火，但是细想之下，葛聂魏庄虽然势同水火，但毕竟有同门之情。常言道，唇亡齿寒。我如果当面诛杀葛聂，等于是让鬼谷颜面扫地，其两股敌对势力一旦遇到第三方外力威胁，极有可能为了自保，
形成合力。如果纵横被迫联手，的确形势凶险。而一旦外在威胁消失，则原本就不共戴天的两派，信念相悖，就会再次相互撕咬，自相残杀。所以，星魂大人选择及时抽身，消除这种外力压迫。局势诡谲，阴阳互转，我退一步，就可居于渔翁之位，反观鹬蚌相争。星魂大人洞若观火，进退自如，转危为安，令人佩服。哼，危险吗？我右手虽然受损，却还保留2成功力，故意示弱，就是以伪装出手。如果他轻敌贸然进攻，必然会被我双手合击的气刃重创。星魂大人果然思虑周密。没想到这个星魂虽然狂妄自傲，却也狡诈的令人心惊。打败对手不过是表面目的，唯有探究他们招式的源头，才能彻底将对手摧毁。就像那个时候，我们之所以没有急着收拾那个墨家小鬼，是因为注意到了他身上拥有本不属于他的东西。没错，他继承了前任墨家巨子的浑厚内力，就内功而言，足以匹敌当世第一流高手。大人，此番围剿墨家，令我最为意外的收获，就是那个叫做天明的墨家小鬼。这个怪小孩自己也没多大，还叫我小鬼小鬼的。确实，那个小鬼居然能够承受住阴阳术攻击，还装模作样的学出了一套百步飞剑，倒是让我颇为意外。比起意外，你应该更为庆幸。以我观察，这小鬼根基太浅，拥有深厚内功，却不懂得如何运用。三才阵又大大消耗了他的内力，否则那招百步飞剑威力还会更强。这家伙是在夸我吗？嘿嘿，那我就勉为其难接受了吧。嘿嘿。说到这个墨家小鬼，我忽然感知到了一丝似曾相识的气息，就在附近。这意味着什么？糟糕，被发现了！什么算拥有？坦白总会输给了沉默，一遍遍情绪汹涌的挣脱，对出和错过，谁能看？